邻居开宾利强占我的私人车位，他以为我这种穷人只能忍气吞声，我却直接买2辆报废货车封死他的豪车，还顺便把豪车焊死在草钢护栏里。我要让这辆价值几百万的豪车彻底成了一座挪不走的钢铁棺材。为了那个申宾康加布图，我已经熬了3个通宵，现在我只想停好车，回家洗个热水澡，然后睡死过去。这个车位我花了25万买下来的，靠近电梯，空间宽敞，是我在这座城市唯一一点喘气的地方。我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。你好，是苏 A 888X的车主吗？你占了我的私人车位，麻烦你下来挪一下。谁呀？大半夜的，有屁快放！这里是翡翠公馆负2层 A068，那是我的产权车位。我喝了酒，挪不了，你就停路边不就行了？这点小事也打电话，真是一股子穷酸气。我的 A068 车位被占了，车主拒绝挪车，按照合同，你们物业应该处理。哎呀，那是王总的车，人家刚搬来半个月，几千万装修，可能没顾上租车位。没租车位就能停我的私人产权位？王总这种身份的人能占你车位，那是看得起你。如果谁有钱就能侵占别人的资产，那你们物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你要不满意，你自己找他去，别在这儿跟我嚷嚷。既然你们不讲理，那我们就换一种方式交流。昨晚就是你一直给老子打骚扰电话，你知不知道老子1分钟赚多少钱？你占了我的车位，还有理了？哈哈哈！一个破车位而已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。王总的车停你那儿，那是给你增光。你的车昨天晚上也停违规了吧？我停在公共划线区，没有违规。你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那辆破车我已经让人处理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你说什么？喂，110吗？我要报警，有人故意损坏我的私人财物，并涉嫌寻衅滋事。执法官，这是我的私有产权车位，不仅被人恶意霸占，我的车还被喷了漆，上了4把死锁。这是谁干的？监控查了吗？执法官，这事儿可真不赖我们物业。昨天夜里下大雨，地库可能反潮，负2层 A 区这块的3个摄像头线路全短路了。我早上刚报销，哪成想就出了这档子事儿。那占车位的人呢？联系下来了吗？大清清早的，让不让人消停了？执法官同志，辛苦辛苦。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？王先生是吧？这辆宾利是你的？是啊，我的。怎么了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哼，什么地方？你占用了他人的私人产权车位，并且这位林先生的车被恶意损坏。执法官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啊！我昨晚确实喝多了，地库光线暗，我司机没看清车位号，随便停了一下，这顶多算个邻里纠纷吧。至于他的车被喷漆上锁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谁知道他这穷酸样在外面得罪了什么仇家？你们可不能因为我占了个车位，就把这屎盆子往我头上抠啊！凡事得讲证据，对不对？林先生，这起故意损财物的案子，我们肯定会立案调查，提取指纹和油漆样本。但老实说，没有直接监控录像，取证周期会比较长。那我的车位呢？不能强制把他的车拖走吗？这里是地下车库，属于内部道路。按照目前的法规，执法部门无权在非公共道路上直接强制拖车，而且这涉及到私人民事侵权。如果强行拖车造成了这辆几百万豪车的损伤，到时候责任划分非常麻烦。我们通常的建议是由物业出面协调，或者你通过法院起诉他排除伤害。
我明白了。王德发和孙经理就是吃准了法律在这个灰色地带的执行成本太高，才敢如此有恃无恐。行了行了，不就是想要钱吗？这些钱够你再租个车位停大半年的了，剩下的拿去买点漆自己喷喷，别在这儿给脸不要脸，浪费大家的时间。就是啊，林先生，王总都大方赔偿你了，你就见好就收吧。大家以后还在一个小区住呢。刘执法官，我拒绝任何形式的调解，麻烦你们正常出具执法回去。行，那你跟我们回去做个笔录。现场我会保留，这辆车我不会动，作为本案的物证。小子，跟我斗，你那破铁皮就在那儿长蘑菇吧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。王德发，你说的对，凡事得讲规矩，得讲法律。你既然觉得这辆车停得这么舒服，那就永远停在这里吧。小伙子，你要买2辆重型卡车的报废空壳，还要底盘特别重、特别结实的那种，你买这玩意儿干嘛？这东西发动机都报废了，不能上路的。赵老板，你不用管我干嘛，只要合法就行。我只需要它们足够大、足够重，只要车架子完整，轮胎还能滚动就行。这2辆退役的斯泰拉10吨级重型箱创货车，发动机和变速箱早就拆空了，一辆也有将近5吨重。你要是看得上，1万块钱，这2辆的残骸你拖走，手续我给你办齐全，算是卖废铁给你了。成交。林老板，就是这里，这可是豪车，刮蹭一下我这半年白干了。放心，不需要你们靠太近，完全听我的指挥。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停车游戏，而是一次精准的力学结构布局。昨天下午，我已经通过国际长途，以高出市场价3倍的价格，直接转账租下了067号车位1年的使用权，并签了电子合同。现在这片区域是我绝对合法的领地。第一辆倒进067号车位。停！向左打半把方向，再退10公分。左边是承重墙，右边是5吨重的钢铁巨兽，前方也是5吨重的钢铁巨兽，后方是死胡同。那辆嚣张的黑色宾利，此刻就像是一只被关在铁笼里的老鼠，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光泽，被周围的铁锈和阴影死死压制。王德发，这就结束了吗？不，这只是开胃菜。王德发明天一早醒来，肯定会勃然大怒，然后叫来其他的拖车，强行把这2辆报废车拖走。这种简单的物理封锁，防不住有钱人的野蛮。这是一份车库私产地皮加固与防潮防水施工备案书。你想把车弄走，可以，但明天之后，我要让这片区域变成连起重机都拔不出来的钢铁堡垒。林工，这活儿有点邪门啊！咱真要这么焊，这要是真把豪车给封死在里面，人家车主不得跟咱们拼命？李师傅，别担心，这片地皮现在全归我使用。你们是在我的私人领地上进行合法的地拼加固与防水防潮施工，出了任何问题，我林州负全责，绝不牵连你们。这施工动静可真大。张总，你放心，我10分钟后准时出发。那个5000万的建材合同，我今天必须亲自拍板。对，我带了公章。我操！这是谁干的？我的车呢？谁把我的车封进去了？谁把我的车封进去了？
把那个姓孙的给我叫来，立刻，马上！王总，怎么了？这是？这怎么多出2座铁山啊？我问你呢，你是吃干饭的吗？监控室里的人都是瞎子吗？这么大的工程，你们物业居然一点都不知道？王总，我真不知道啊！昨晚半夜没人巡逻，早上交接班也没人汇报，这肯定是那个姓林的干的。找，去把他给我找出来，我要弄死他！不用找了，我一直都在。你找死！王先生，动手之前我提醒你一句，不仅我衣服的纽扣里有针孔摄像头，你头顶上的那节通风管道里，我还装了一个连接云端的高清监控。你这一拳打下来，监控录像会自动发送给我的律师，50万起步的民事赔偿，加上涉嫌寻衅滋事的刑事拘留，你考虑清楚。姓林的，你搞这些下三滥的手段算什么本事？你知不知道我今天要去签一份5000万的合同，耽误了我的大事，你拿命赔吗？下三滥，王先生这词儿用的不准确，这是我2个车位的合法租赁合同。这2辆废弃卡车是我花真金白银买下的私有财产，这圈钢高护栏是我为了防止地库反潮，在我的私人领地上进行的合法加固施工。我在我的车位上施工，放我的东西，合法合规。倒是王先生你，为什么把你的车停在我的地盘里？林州，你少在这儿偷换概念，你这叫非法购置物，你这是违建！信不信我马上叫人把这些破铜烂铁给你拆了？孙经理，话不要乱说。昨晚10点，我已经向物业公司的官方邮箱提交了业主车位地面维护施工报备书，只要不破坏承重墙，不影响公共消防通道，物业无权强行干涉。你们邮箱没人看，那是你们失职。小李，别听他在这放屁，去叫几个人把这些破铁皮给我推开！来，保安，来，搭把手，搭把手！王总，推不动啊！这底盘是被死死焊在地上的钢架里的，而且螺丝打进了地基里，这绝对是专业的工程队干的，没有大型切割机和起重机，根本弄不开。姓林的，你狠！你以为这样就能难住我？老子有的是钱！小李，马上去联系切割队，给我强行切开，出了事儿我担着。切开，当然可以，但这圈钢钢和里面的车架都是我的私人文物，故意毁坏公司财物，数额巨大，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这圈特种钢材加上施工费，总造价超过了10万块。王总，你可以切，只要第一点火星子溅出来，我立刻报警。5000万的合同你签不签得成我不知道，但看守所的饭你今天是吃定。王总，时间快到了。时间？去借辆车，先去公司。姓林的，你给我等着！我要是不把你搞得在这个城市混不下去，我就不姓王。林先生，这辆宾利根本不在王德发名下，且他们公司不仅涉嫌长期拖欠农民工工资，还存在极其严重的税务漏洞。这场仗才刚刚开始。还有这种人？各位邻居，大家给评评理，咱们小区居然住着个心理变态。就因为我昨临时停过，未到不半小时，这家人居然连夜焊死铁笼子，把我车给扣了。我现在5000万的合同签不成，这跟抢劫有什么区别？这就是咱们小区的法外之地吗？物业不管，警察也说没办法。这要是以后再是要出谁家孩子不小心碰着这铁架了，不得被这疯子给害了？小区真是物业的安全隐患。我建议大家联名剪直了咱们素质低下的业主公馆的奶白球权，必须抵制。
这种人就应该被驱逐出小区。太吓人了！没有这种人啦，这心肠也太坏了吧！人家王总那是做大生意的人，耽误了人家合同，这林什么的赔得起吗？这事儿我跟他没完。林先生和态度极其强硬，完全拒绝沟通，已经严重影响了小区的邻里和谐。我们正在努力联系相关部门进行拆除。这种场面我早有预料，王德发这种人最擅长的就是利用贫富差距，制造受害者心态，再配合物业的煽火点火，轻易就能煽动起大众的盲从心理。他们根本不在乎真相，只在乎自己的情绪是否得到宣泄。这群里也吵不出个结果。各位邻居，我是068号车位业主林州。第一，那个车位是我花25万买的私产，不是王先生的临时停靠站。第二，在焊铁笼子之前，我的车被王先生恶意锁住4轮，喷漆羞辱，损失价值初步预估2万元。第三，我所有的加固施工均在私人领地内，手续合法。如果大家觉得在这个小区住着不安全，我建议你们起诉王先生，毕竟是他先开始锁车喷漆这种流氓行为的。小林啊，刚才看了你发的东西，确实是王德发和物业做得过吼了。这件事我会建议业委会介入调查。不过你那个铁栅栏确实有点惊世骇俗了，打算怎么收场？陈老，我没打算收场，我只是在维护一个普通人的尊严。如果法律不能立刻帮我拿回公道，那我就用我的专业知识构建一个公平的围墙。林州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刚才在群里说什么呢？谁诋毁你了？你居然还要起诉我们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小子，把手机里的截图删了，再给王总道个歉。大家邻里邻居的，别把事情做绝。王总在这一片认识不少兄弟，你以后还想不想混了？现在是下午1点15分，你们未经允许私闯民宅门口，并对我进行言语威胁。张女士，如果你们再敢推下门，我立刻报警，罪名是入室寻衅滋事。你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呢？王总那是咱们小区的纳税大户，他能看上你那破车位？那是他的事儿。如果你这么同情他，你可以把你们家的客厅腾出来让他停兵力。现在请离开我的家门，否则我不保证下1分钟警察会不会出现在走廊上。好，你给我等着！真以为没人治得了你了是吧？这些人的逻辑很简单，谁有钱谁就有理，谁凶谁就是规则。可惜他们遇到了我。林先生，有一个有趣的消息，翡翠公馆甚至周边几个小区的业主里，至少有6位也遭遇过王德发的霸凌。他们现在看到你在群的还击，都在通过渠道联系我，想要加入你的诉讼队列，联名起诉王德发和那个失职的物业公司。周律师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王德发以为他只是惹到了一个穷设计师，他不知道，他惹到的是一群积怨已久的火种。王德发，你的兵力就在里面好好待着吧。接下来的每1秒，我都会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做真正的众叛亲离。作为一名建筑加固设计师，我习惯于预测风险。王德发这种人绝不会坐以待毙，更不会寄希望于那虚无缥缈的法律调解。对他而言，拳头和金钱才是通往解决问题的捷径。
他们以为我焊这圈康钢只是为了恶心他们，他们不知道，在每一根纵向康钢的内侧，我都预埋了高灵敏度的微振动传感器，只要切割深度超过2毫米，振动波就会瞬间触发我手机里的报警程序。住手！姓林的，你还真敢下来！林州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知道好歹。你以为焊这几根破铁条就能困住老子？在这一片，老子拆过的房子比你见过的都多。王德发，我记得我下午在群里提醒过你，这圈康锆围栏我已经在今天下午2点，正是在公证处的见证下，挂牌科研测试结构件。哼，什么狗屁结构件？简单来说，我不仅在车位上施工，我还利用这2辆报废车的重量，在这里进行非对称载荷下地面耐有性测试。这属于我作为1级注册建筑师的个人科研项目，我已经完成了版权登记和物权公示。你刚才切割的行为已经破坏了实验结构的完整性，导致我价值30万元的科研数据全部作废。根据执行法第275条，故意毁坏公物财物，数额巨大的，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林州，你是不是读死书读傻了？拿几根烂铁管跟老谈科研？老子今天就算把它全拆了，丢在地上，那也叫邻里纠纷。警察来了，顶多让老子赔你2000块钱铁皮费。你可以试试。你以为我为什么要等在这里？刘执法官，这是公证文件、版权登记回族，还有全程监控录像。好，全都蹲下，手抱头。刘大队，误会，真的是误会，这是我们业主的私人纠纷，我这就是想把车挪出来，这小子故意刁难我，您看这事儿闹的。闭嘴！王德发，林先生今天下午已经在分局正式上报，并且提交了完整的科研资产备案。这不是普通的铁力拉，这是经过公证的实验模型。你现在破坏的不仅仅是金属，而是价值33万4万元的专业设备和科研数据，受损情况属实。核心传感器连接点被切断，由于结构的一体化设计，该模型已失去实验价值，属于整体损毁，损毁价值已超过本市数额巨大的立案标准。30万，就这2堆废铜烂骨？林州，你他妈诈借吧！王德发，你觉得你有钱就能玩弄规则，可你忘了，规则是我这种人制定的。这些杠杠的材质、焊接的角度，每一张图纸我都拿到了版权局的登记徽照，在法律眼里，它们就是知识产权载体。你切开的那一刀，切掉的不仅是铁，还有你的自由。全部带走，包括王德发涉嫌教唆和故意毁坏公司财物，立案侦办。孙经理，孙经理呢？这一夜，王德发没能把宾利弄出去，而我那辆被喷了漆、锁了轮的白色代步车，依旧静静地停在角落。但我知道，天亮之后，整个翡翠公馆的空气都会变得不一样。林州，你以为赢了官司就万事大吉了？王总进去前留了话，他的宾利要是有一道划痕，他那些还没拿到工钱的工人们，明天就会去你家装修。周律师，王德发开始动用他在工地的死士了，我们需要加快速度。那个针对他公司的最后一击准备好了吗？林先生，我已经联系了那10几个被他拖欠工资的领工。明天上午，我们不仅要去法院，还要去事务局和劳动监察大队。好，他不是想玩大的吗？
那我就连他的根一起给他拔了。无良业主林州，害我老板入狱，断老板入狱，断我工人活路。林州出来，还我们工钱！林州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现在全小区都被你拖累了，大家连门都出不去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见好就收吧，赶紧把那铁笼子拆了，把王总放出来，否则这些工人真的会冲进去拆了你的家。王德发这一招确实阴狠，他利用信息差告诉这些被他拖欠了半年工资的工人们，是因为我设局陷害他，导致他资金链断裂，没钱发工资。他想利用这些工人来当他的马前卒，对我进行最后的威逼利诱。可惜他低估了我手里的底牌。该是我面对的时候了。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那个姓林的，就是他！你们这些人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想干什么？站住！站住！我知道你们是谁，我知道你们是谁。你们是至尊木业城南项目组的施工队，领头的叫老陈，对吗？老陈，你认识我？我不认识你，但我认识你们签的劳工合同，还有王德发去年为了逃避发放工资，在财务报表上做的那些手脚。老陈，你是个明白人。王德发告诉你们，是因为我上报抓他，他才没钱发工资。但我这里有一份半小时前刚从工商和银行渠道核实到的资料，王德发的宾利并不是他买的，而是他用你们的工资作为抵押，从一家龙融资金公司租来的。他半个月前就已经转移了公司账面上最后的500万流动资金。哪怕我不报警，他原计划也是在今天下午带着他的女秘书飞往国外。你胡说！王总说他们签大合同。签大合同？他连你们的社保都断缴3个月了，哪来的大合同？看看这个。这是他在机场附近早就打包好的金条和奢侈品。他抓我，只是想找个借口激起你们的愤怒，好让他能趁乱彻底消失。这是王德发的签名。哎呀，王德发真的在骗我们，我妈还等着这笔钱做手术呢。不信的话，你们现在可以拨打他的那个秘书或者他小舅子的电话，如果能打通，我林州今天就把家产全部赔给你们。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砰！兄弟们，我们被王德发当枪使了，这孙子要把我们往死里坑啊！老陈，王德发现在在里面，他损坏了我的科研设备，这是刑事案件。你们的欠薪属于债权优先清偿范围，只要你们愿意配合，作为证人指证王德发长期非法占用他人财产和挪用公款，我就能帮你们向法院申请资产冻结。一旦冻结成功，那辆宾利还有他仓库里的东西都会被强制拍卖，到时候你们的工钱才有保障。我一定会让你们拿到工钱的。林先生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你真的愿意帮我们这群卖力气的？我不是在帮你们，我是在帮我自己。王德发这种毒瘤，如果不连根拔起，以后还会有第2个、第3个我被他欺负。你们愿意当他的帮凶，还是愿意当拿回血汗钱的证人？证人，我们当证人，弄死那姓王的！你脸啊！你脸还姓王的！林先生是吧？我们收到匿名举报，这辆苏 A 888X 的宾利涉及多项违约和恶意抵押，我们要将其强制回收。抱歉，这辆车现在是刑事战案的涉案证物，目前被我的科研围栏保护着，在法院判决下来之前，谁也动不了它。老陈，带着你的兄弟们去地库守着，
除了执法官，谁敢动那辆车，就是在动你们的工钱。好嘞，林先生您放心，我们连只苍蝇都不会放进去。王德发，你可能做梦都想不到，你用来威胁我的刀，现在已经架在了你的脖子上。原来如此，王德发，你胆子真的大到没边了。王德发被带走的第3天，翡翠公馆的地库成了一个奇特的禁区，谁要是敢靠近那辆宾利，值守的工人们绝对会强势阻拦。林先生你好，我是王德发现委托律师，我姓张。张律师，如果你是来谈保释或者让我撤诉的，那这杯水你可能喝不完。林先生快人快语，王先生确实托我带个话，他愿意支付100万和解补偿金，亲自登门道歉，且按原车价3倍赔偿您车辆的损失。100万，对于普通设计师而言，近乎10年不吃不喝的积蓄。王德发急于用钱砸出自由身，可他根本不懂，我要的从来不是金钱赔偿。100万买他的案底清白确实划算，但他损坏的是我的科研项目，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。更何况我如今的处境早已不是钱能解决的。林先生，做人留一线，王先生深耕行业多年，人脉极广，你还年轻，日后圈子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何必把路彻底走死？张律师，既然你提到人脉，不妨帮我问问王德发，他那辆宾利到底是从哪儿租来的？这是专业鉴定人员在地库拍摄的拓印照片，车下号有明显打磨重刻痕迹。该车3年前产自北美，无任何合法报关进口记录。你这是在玩火啊？林先生，这已经超出车位纠纷范畴了，你这是在玩火。玩火的是他，这是走私大套车。王德发靠非法渠道购车，虚假租赁洗白，套取公司流动资金。你继续代理，只会卷入洗钱窝赃的泥潭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我清楚，这100万和解只是幌子。王德发真正害怕的是我撕开他最阴暗的遮羞布，而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酝酿。谁？林州，我是陆宗山，晚上8点去清风茶社，我们谈谈。陆宗山本是建材协会名誉会长，是王德发的靠山与引路人。坊间传闻他黑白通吃，深不可测，是王德发所有麻烦的终极后盾。如今保护伞终于坐不住了。小林啊，德发这事儿做得粗糙，我已经训过他了。但圈子有圈子的规矩，窗户纸捅破对谁都没好处。车辆的事儿到此为止，你开价，我绝不还价。陆先生，我不要钱，我只要一个公道。王德发霸占我车位，锁我车轮，网暴我。如果这就是圈子规矩，那这规矩该改了。年轻人，正义感会害死人。你前途大好，执意纠缠车辆一事，不仅会丢掉一切，你的家人也会跟着受罪。陆先生，我提前查过资料，这辆宾利的原始受益人缩写与你名下海外咨询公司高度关联。王德发不过是帮你养车的马夫，对吧？你在威胁我？我不是威胁，是自保。U 盘数据已设定定时发送，我若遭遇任何意外，
资料会同步发送至省纪委与海关缉私局邮箱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第一，王德发必须认罪，全额实行服刑。第二，他拖欠工人的薪资由你补齐。第三，孙经理及所属物业彻底退出翡翠公馆。陆先生茶不错，但别再约我了，下一次见面的地方或许就没这么安静了。方才的每一句对话都是在悬崖边缘起舞，陆宗山如同暗处毒蛇，绝不会轻易妥协，后续必然会掀起更疯狂的反击。但从我车位被锁的那一刻起，我早已没有退路。林先生，刚才有几个鬼鬼祟祟的人想来撬锁，被我们直接吓跑了。您放心，这车我们一定给您看牢。在这场满是算计、尔虞我诈的博弈里，这些最质朴、纯粹的坚守，才是我最坚固、最可靠的后盾。陆宗山一定会连夜销毁所有证据，但他永远想不到，我给他的 U 盘只是诱饵，真正的杀手锏藏在那辆宾利的油箱夹层里。王德发不仅帮助对方隐瞒，还在帮陆宗山运送违规物品，这也是这辆车停在车位上，无人敢轻易触碰的真正原因。有人在动我的车，老陈，小心，有人动车了。老陈，林先生，快报警！这帮孙子不是来挪车的，他们是要拆车。住手！在警察来之前，谁也别想走出这扇门。林州，陆先生给过你活路，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这辆车今天我们就带走了，你也留下吧。保护林先生！别碰挂篮！刘保安，位置确定，他们正在进行暴力劫掠，我申请紧急介入。坚持住，3分钟就到。这短短3分钟，仿佛被无限拉长，每一秒都充斥着致命危机。老陈，闪开！拿到了，撤！既然来了，就别走了。林州，你真是个疯子！要是我晚来1分钟，你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。先救人，他们是为了帮我才受伤的。果然如此。林州，
这到底是什么？这是陆宗山15年走私的真实账本，这些编码对应军工战略原料。这辆宾利是自带防雷达屏蔽的微型流动走私舱，他占我车位，只为等待收货节点。怪不得陆宗山亲自出手，立刻封锁全城出口，申请对陆宗山的最高级别逮捕令，快！林先生，陆宗山在机场高速被截住了，他准备弃车逃山路，被捕时还在试图吞下储存卡证据，抓到了就好。王德发也全部撂了，听说陆宗山被抓，他彻底吓破了胆，全部罪行都交代了。他说最后悔的就是那晚看错车位号，占了你的068号车位。他后悔的不是占了我的位子，是后悔这个他眼中的穷酸业主，居然敢不遵从他的规矩。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地下车库的承重与地变设计规范，除非这片土地从最初规划时就藏着不可告人的改动。林先生，您是怀疑这地下埋着宝贝？不是宝贝，王德发贪财但不傻，他敢为这个车位得罪整小区的人，说明这里不只是停车用的。那辆2吨重的宾利停了3个月一动不动，更像是在压住什么东西。停，倒回去10厘米。这是防空洞。老陈，去拿冲击钻，我要打孔取样。这片地段早年并非黄金地块，关停的化工厂按规定需5年土壤净化，可这里仅间隔半年就动工建房。林先生，这可是动了地基啊！万一物业已经没了，现在的物业筹备组是我在牵头，出了事儿我担着。这什么味儿啊？这是当年化工厂非法掩埋的剧毒废料罐，他们没有做任何无害化处理，直接在罐体上方浇筑水泥，盖起了这栋豪宅。那这楼岂不是随时会塌？短期不会塌，但废气一直在渗漏。王德发和陆宗山霸占这里，就是为了用重物压住泄漏口，防止毒气弥漫整栋楼局。但现在他们压不住了。林先生，那咱们赶紧跑吧！跑？这里有3000多户住户，所有人的一辈子血汗钱都压在这里。我们跑了，这里迟早会变成无人死地。周律师，我是林墨，我要曝光的是一个惊天的黑幕。林先生，有些东西看了是会折寿的。陆宗山虽然落网，但他的势力并未连根拔起，这个足以覆灭陆家、牵连多方权贵的绝密，他们绝不会放任曝光。王德发这个蠢货，居然让你查到这一步。陆先生进去了，但他交代过，秘密守不住，就让整栋楼给陆家陪葬。罐体内有压力引爆装置，按下按键，腐蚀性液体瞬间高压气化。A 座大楼3秒下潜30米。我必须冷静，一定还有办法。删掉探测报告，告诉所有人这里只是沼气泄漏。我给你花不完的钱，送你安稳出国。如果我不呢？那我们就一起下地狱。姓陆的，你当我们翡翠公馆的人都死绝了吗？林先生在群里发的直播画面，我们全都看到了。我勘探前开启的直播，本意只是留存取证证据，没想到这成了我最后的救命符章。你竟然敢直播！陆宗山的规矩是黑箱操作，而我的规矩是阳光。全城百姓都在看着你，按下按钮，你就是陆家勇士的罪人。保护林先生，保护咱们的家。1个月后，风波平息，陆家所有资产已被冻结，全员追责，小区物业全面更换。林州，王德发其实很羡慕你，
他有钱有势，却永远买不来你这股敢跟天斗死守公道的韧劲。林先生，早上好。这世上总有金钱买不动的底线，总有权力压不垮的公道。只要你敢，死磕到底。